环球大战现身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玲。首先欢迎今天到场嘉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元廷张将军，依玲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依玲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依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今天要首先来聚焦的是美中两国元首即将要举行的川习会，现在时间确定了，就是在10月底韩国 APEC 会议期间。好，那除了美中之间的议题，其实这一回的主办国韩国，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棘手难题要解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一的带大家来了解。那首先我们有几个火线话题要带大家来讨论。透过图卡上，您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首先是美中之间的大豆战争，中国会出手救美国农民吗？还有再来是美韩之间的关税协议，韩国会不会吞下川普要求的3500亿美金的现金投资呢？还有最后是这个中韩关系，李在明会不会弃美投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大家了解。好，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川习会前这个大豆的问题了，因为呢，川普昨天发文，他说会在这个会上直接跟中国来施压，说就是要买美国的大豆。那您从图卡上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预期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上会有重大的突破，以及呢，现在呢也有业者认为说，其实中国在年底之前还要采购大概120船的这个大豆，大约是840万吨。那如果真的跟美国来采购的话，其实量也够多，是有助于堆高运价，成为利多的。好，现在大家就在探讨了，说现在呢，中国真的掌握了美国的大豆市场。那从川普现在的反应来看，是不是真的奏效了？杨老师，你怎么看？在今年的2月跟3月，分别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芬太尼关税，每月增加10%，所以加起来20%的芬太尼关税。它同时也对加拿大跟墨西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对美国的农产品以及相关的产品产生反制。那这个反制呢，中间涵盖了大豆的关税。所以到了5月之后呢，其实美国要出口关税大豆到大陆去的话呢，大概平均已经来到37%的关税。那使得事实上本来美国出口的关税大豆就比南美的特别是巴西还有阿根廷高了20%。所以你这个20%再加37%，就几乎在5月之后，中国大陆进口的大豆里面就没有美豆了。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大豆的产业在中西部大概有差不多18万户这个农户在做这个大豆这个事情。那可是呢，它生产的大豆将近有60%呢是出口，有将近40%是自己留着用。那出口里面呢，它大概是占全世界主要的出口的之一。出口里面，60%前往中国大陆。那全世界而言呢，中国大陆也是占全世界大陆的就是生产量的30%。所以因此，中国大陆它如果进口这个改变就是这个国家的话，就不只是对这个国家，也会对整个黄豆、大豆的这个价格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看到，在2023到2024年，就23年的9月到24年的8月，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2500吨的大豆。那美国当时第2个出口的对象是欧盟，只有490吨。所以你看，就整个这个比例以及美国的价格比较高，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真正不只是说是中国大陆拿大豆来去反制美国，是美国先用关税战。然后呢，中国大陆用这个大豆来去回敬你。那现在大家谈的情况就是，贝森特，如果你这个芬太尼如果不降，或者是其他的关税如果不降的话，那你要中国大陆去买大豆，其实你可能就面临到这是他的一个反制的政策。那同时，也就是说，大陆这边如果还跟你买，你还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价格，再加上关税的话，那至少多个50%。那对于进口大豆，大豆是做什么？大豆油。还有大豆粉，那尤其是大豆粉是特别在一些饲料上面跟玉米、其他的一些混合做饲料，从养猪到养牛、养鸡这些，因此它其实是蛮大宗物资的一个项目，重要的项目。所以这个里面它的价格的变动就会很敏感。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美国自己本身要思考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制裁、芬太尼这些问题，然后呢再去跟中国大陆去谈，这是一个对等的。那因为牵扯到就是这个影响的层面很广
民生的物资嘛，对美国也是民生物资，对中国也是民生物资。但是呢，对美国而言，它现在变成选票压力。那川普就自己本身要去思考，你对中的贸易制裁政策呢，是不是要更加的弹性呢？是杨老师的分析非常精辟，但是我想追问一下杨老师，您的专业在外交谈判上，因为川普我们知道他过去放了很多的狠话嘛，但是其实实际上兑现的蛮少的。那这一回他直接说要跟中国施压，会不会又是狼来了？施压当然呢，这个是表面上要对美国要讲出，哎，我是一个有能力的总统，但是对中国而言，你对我施压，那你已经对我施压了，因为你对我贸易制裁，那我就回敬你。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别的国家没有这样子一个对等的回敬反制的能力，而中国有，因为它有这个需求有消费，那因此呢，在不同的项目上面回敬你，因此就变成一个外交问题。所以你对内含狠话，跟你在外交上能不能够去处理这个大多的问题，就会显现出你的能力。那最后回敬的是，变成说你到底对你人民的需求是不是重视？是，谢谢杨老师。好，除了川习会之外呢，美韩谈判现在贸易谈判也陷入僵局了，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包含说，因为川普呢，他要韩国以现金预付的方式来支付美国3500亿美金，说要现金。那对韩国来说，这简直根本就是狮子大开口，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直接说 no。他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也说了，如果他答应这个条件的话呢，不只可能被弹劾，韩国甚至还会重演1997金融危机的风险。那所以现在呢，韩国正在提出一个替代方案，不过整个上的谈判呢，还是陷入僵局的。但是想请教张将军了，因为目前呢，韩国还是同意说，2026的国防预算会大幅增加8.2%，所以这算不算说，其实他们也对美国释出善意？我认为。他是对美国释出善意，但是我认为是不够的，没有办法讨川普的芳心。你们来看，因为川普的个性呢是狮子大开口，然后呢他会得寸进尺。如果你让了川普，吃了甜头，川普他要的胃口会更大。那我们知道，那现在韩国把国防预算增加了3%，这个8.2%，我认为造成影响。第一个，地缘战略，因为这样的北韩他会不会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军事上的压力？那北韩它更会加强它的军备，对南韩施压，包括对它的核武，还有这个北韩、朝鲜，它会对它的这个弹道飞弹这种试射更多次来给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的气氛会堆高啊。为什么？你增加了预算啊？你增加预算是为了谁？是为了针对的就是北韩啊。当然，为了金正恩他会不高兴嘛，他一定会有所动作，那会造成我认为造成这朝鲜半岛的区域的不稳定。尤其是军事上的这种对立跟这种冲突或者压力都会接踵而至。那第二个，我认为他是不是这个，因为南韩在军队这一方面呢，他从56万的这个军队的规模，现在因为少子化，韩国也少子化，降到45万的规模，一下少了11万。那少了人力怎么办？现在招不到哎。现在韩国的女兵的人数占军队的占比啊，从6%增到9%嘞，就还是不够啊。那他是不是要靠军事装备来弥补？因为兵力不够，那要靠火力来弥补兵力不够的这种空缺，所以他多买一些，因为他人不够了嘛。那韩国到现在为止，对这个少子化还有兵力招募不足的状况下，这个主战部队的编线比不够，他也是很伤脑筋的。那最后一个，我认为是这个韩国在这方面依赖美国越来越严重。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韩战1953年结束到现在为2025年了，已经韩战结束72年了，整个的作战指挥权还掌握在美国手上。美国在韩国多少驻军？24000人，但是作战指挥权在谁手上？在美国手上，不在韩国手上。韩国总统是没有办法下令指挥的，是这个样。所以我认为韩国可能更依赖美国了。好，确实，大家这一回在关注美中韩这个三角关系，因为各自有各自的难题要解决。那我们今天还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说中韩之间的关系呢，因为李在明他上任之后呢，是打击反中团体，而且在9月底开始呢，韩国还试办了中国团体可以免签入境，引发保守派团体的不满，所以在其实首尔的街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抗议活动，而且被警方取缔。好，不过想请教厉将军，因为李在明他自称亲中嘛，打击这个反中团体，释出一些友好的讯号，但是中韩的关系会因此破冰吗？中韩的关系不会因为李在明而破冰，但是会因为美国而和解，走向比较和好的方向。因为我们从这个2016年，这个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那次事件就看得出来，
那时候部署萨德系统以后，当然引起中国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境内来讲的话，它的雷达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华中或华北所有的飞机的起降都看得到。那它的美军的理由是说，它要监视北韩，但是你部署这么远、这么长程的雷达，明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所以那次来讲，我觉得是中韩关系是最恶劣的时候，2016年那次，包括这个我们很多在演艺界上面电影上面中国发起的限韩令，甚至于对乐天集团也产生抵制。那时候韩国是退让的。那时候韩国退让，他就答应说以后不再部署萨德就到此为止。但是没想到尹锡悦上来以后，极度的亲中那时候我们看到他不然他去参加北约的会议，甚至于要组织东北亚的小北约的形态。那他自己本人也到了美国的白宫去唱美国派，那也让美国的这种核动力的潜舰直接开到釜山港停在那边。那很明显的就开始在亲美，甚至于为了美国，为了表达他亲美，甚至于不惜像日本来讲来示好，取消了很多当年这个韩国日本应该赔偿给韩国劳工，他自己主动就帮他取消，那时候也引起韩国民众的反弹。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我发现从李在明他当初就是比较亲中的倾向了但是他也不敢说摆明了他亲中，因为国家还是最重要，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他也不能依据他的立场，然后就这个第二个是选票考量。但是这次来讲，因为美国川普上来以后几件事情连续的这些造成这个李在明有理由继续，他也必须要向中国更靠拢、更靠近。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是关税嘛对韩国征收这个15%的关税，甚至于现在讲的要求要3500亿美金的这种投资。另外来讲，在国家安全方面、驻军方面，美国也提出很多让韩国没办法、老百姓都没办法接受的理由，譬如说是他要求要美军在那边部署弹性。什么叫部署弹性？就是一旦讲明了，就是台湾如果有事的话，没有他驻韩美军可以来支援台湾作战。但你要知道，驻韩美军是韩国在养的，我养你，结果你跑去帮别的国家打仗，那你跑去别的地方打仗以后，万一北韩趁这个时间来对我实施攻击的话，你美军又跑掉，那我韩国怎么办？那你这个你在我这国家里面，对吧？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结果你打仗你跑掉，老百姓不能接受。那川普除此之外，还要求龙山营区，大家记得吧？所以那块土地要割让给美国，他不是说是要租借他整块土地要给美军让美军在东南亚具有一个最大规模的军事基地。我想这些种种来讲不管是关贸或国家安全关税了，或者是国家安全，会造成韩国民众的反弹。所以我觉得李在明在这种状况下，让他有机会更加的亲中。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